那我们动画做完之后啊，就来到渲染环节。这个小动画渲染还是非常简单的，基本上就是用了一些颜色材质，然后有一些地方呢就稍微给了一点纹理。我们可以打开成品看一眼。整个配色的感觉呢，就是按照之前找的这些参考图来配的。然后主要就是用了粉色、黄色、蓝色，到结尾这里稍微加了一点绿色，因为我们的这树叶啊都是绿色的嘛。那我们回到 CCD， 好，先打开 OC 的渲染窗口，拖到侧面。在渲染前啊，我们先把渲染设置先调整一下，将它的模式改成 Path Tracing 路径追踪，然后采样默认是非常高啊，16000，我们调到200，然后深度呢改成12，GI 改到10，然后底部这个 White Light Spectrum 我们用第二个模式，这个模式啊，我们太阳光就不会偏色。我们关闭它，然后直接点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顺便呢把它的细分给全部打开，这样更方便我们去制作。我们在过滤窗口这里呢点击它，然后勾上就可以了。接着还需要给摄像机添加一个 OC 的摄像机标签。那我们先给一个太阳光，把颜色全部调成白色。那它的太阳大小啊，我们拉到30，这样它阴影呢就会比较柔和。我们旋转一下角度，现在看着非常曝光啊！渲染窗口一片白茫茫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们来到摄像机设置这里，将它的高光压缩啊，给它拉满，然后伽马呢调到0.8，现在稍微好一些。那我们这里的旋转参数呢，就可以直接用我之前测试好的，是-41，然后73，接着是8，好，是-73，输错了。接着我们再给一个 HDR， 让它稍微补一下暗部的光，找到 HDR， 然后 HDR 的贴图呢，我用的是这张，是在一个房间里面。好，要把我们的混合贴图也勾上，不然 HDR 就不起效果了。然后大概旋转0.4左右。接着我们先给地面上一个材质。好，我们找到材质球，选一个万能材质，添加到地面，调一个米白色，稍微压暗一点，过来一丢丢，把它粗糙啊拉满。然后我们的材质球模式啊，给它改成 GGS， 这里第4个，这样看起来更加舒服。用这个模式的话，然后现在看到它背景板顶部有些暗是吧？我们给背景板补一个光，找到灯光，把显示模式啊切回这个，比较方便看。调整一下灯光大小，拉到背景板这里，把灯光的阴影啊给勾选掉。调整一下背景板大小，现在看着非常曝光啊，那强度太大，给到10。好，我们让它稍微的往上去照就可以了，只要把我们背景板看着像一个无限延伸的地面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添加一下颜色材质咯，我们直接按住 Ctrl 复制一个出来，调整，把它的粗糙度啊稍微拉回来一点，给到0.35左右。然后我们可以从视频里面截一张图出来，这样更方便我们去对照。那我们快速的去上一下它的颜色，
先是一个粉色，我们可以直接扔给马桶场景最高的这个层级上，让它整个场景呢就变成粉色了，然后再去上里面单独物体的颜色，这样呢就不会出现漏上材质的情况。我们的粗糙度可以再稍微给少一丢丢，只要0.2左右，然后再复制一份出来，调成一个黄色。好，撤回一下，上错了。好，现在开着细分不太方便上，我们把它关掉先。直接选中马桶盖，上一下材质，把黄色的快速上一下材质就可以了。这里加速播放一下，然后这个拖鞋啊，我们需要把它的面给选择到，看一下，选择这个面，然后拖给它。接着呢，再给拖鞋一个粉色材质，把粉色材质拖过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个拖鞋也是相同的操作。那上颜色的过程呢，我们就快速的去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像这个纸巾啊，是一个整体的模型。那我们把需要上材质的面啊，给它选择到，然后直接把材质给它拖上去，就会自动生成一个选集。那我们第一个场景上好之后呢，就可以来到第二个场景，也是同样操作啊，先截一个图放在旁边，这样更方便我们去做一个参考。第三个场景也是一样的啦，我们再来截一张图放在旁边做一个参考。好，这里要留意一下，因为我们这3本书啊，上面这2本呢用的是一个实例，所以没办法给它区分上材质。那我们直接把这个实例给吸掉，再给它单独的上材质。那像最后一个场景啊，也是回到马桶场景，那材质就直接给回一样的材质就可以了，这样呢就能完美的循环起来。接下来呢，就可以上一些材质的贴图。我们找到这个纸巾，然后把它蓝色给复制一份出来，再添加回去。我们来到节点面板，去给它添加一个纸巾的纹理。我们直接给它连到棒谱上面。我们放大一下视窗看看。
我们单独框选看一眼，现在稍微有一点不是很多，我们可以让它强度再高一些，来到5。好，感觉这样可以。那给我们结尾的纸巾模型啊，也替换成这个纹理。接下来呢，就到我们的办公椅，找到我们的办公椅，同样的把这个蓝色复制一份出来，好，扔到给办公椅。我们替换一下它的这个贴图，直接用这一张扔进来。它的强度呢就不用这么高了，可能给到1。还有一个 normal 的贴图也扔进来，直接连过去。可以稍微的让它贴图呢缩小一些，大概0.7左右，差不多。好，那还有我们这几个飘的纸，直接再复制一个出来，给到这个纸张纹理，给到把另外几个也上一下。好，地面这个纸团，给它全部扔上。然后把它这个贴图呢，直接勾选，直接框选，然后删除掉。我们给到文件的贴图，自己给到颜色上面就可以了。现在看着这里已经好反光是吧？我们把它的粗糙度啊给它拉满，因为纸张的粗糙度基本是没有的嘛。这可以旋转一下它的角度，旋转90度左右就可以了。我们再到下一个，下一个就是到沙发啦。我们沙发呢，就其实可以直接用办公椅的材质，我们把办公椅的材质复制一个出来，扔给到沙发，看一下是不是这一个啊？好，是这一个，应该是连了2张贴图的，这一个蓝色的，把它扔进去，扔到给沙发，然后还有它的靠背。那我们这里呢，就需要把贴图的模式啊改成 boss。另外一个贴图给它连过来，然后同样的稍微的缩放一下，现在太大了，我们直接框选这一部分，让它渲染的快一些。我们调整贴图的大小，让它的这一轴啊稍微有一个旋转，让它的纹理是斜过来的。然后我们凹凸的强度可能更加低一些，0.2左右。然后粗糙度呢也稍微拉高，感觉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再调回一个粉色就可以了。接着可以把这个调好的纹理啊，直接扔给这个坐垫，把它调成黄色，扔过来，然后直接调一下颜色就行了。不要太黄，是偏橘黄一些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接着还有这个抱枕啊，也是同样的上一个贴图，我们把文件的材质球复制一份出来，扔到抱枕的模型下。哎，这个样式，感觉这个纹理也挺好看的。我们还是用回抱枕的纹理吧。抱枕的贴图就是我自己在 PS 随便画一下。哦，可以
让它颜色稍微深一些。现在感觉我们来调整一下贴图的位置，上一丢丢，大概这样差不多。那还剩下什么呢？还有这个花盆，同样的，我们复制一个粉色材质球出来，扔到花盆下面，另外一个花盆也给它扔上去，选中，找到我们的模型，扔上去。我们的 bump 啊，直接给它一个 noise， 就是一个噪波，让它看起来有点像那种泥做的盆栽。我们可以直接收拢这个 noise 看一下，然后现在太大了，我们把它缩小，大概18左右吧，看看效果。好，现在太明显了是吧？我们把它黑白啊，我们把它白色拖过来，让它黑白明显差异很小，这样它的强度也会更小一些。好，稍微有一丢丢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粗糙度啊也相应的拉高，因为我们的花盆呢粗糙度应该是比较高的，就不会那么反光，有点像那种粘土的感觉。那我们再拖动看一下有什么还需要上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材质呢就全部上完了。我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投影是吧？这几个投影呢就是上面这几个文件所造成的。如果我们现在直接渲染了，它前面就会突然出现这个投影，会有点奇怪，看起来有点不循环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给它的材质球去给一个透明的出现。那我们把这个文件的材质球复制一个出来，给到我们飘落纸张上面。我们 Shift F3 调出时间轴界面啊，看一下它大概什么时候要出现。好，大概让它43帧的时候去做一个出现吧。我们给材质球的透明度给一个0，好，现在就没有了。然后到40到50帧左右，那变成1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看一下前面投影还在不在？好，现在就没有了。接着我们再来检查一下，这个沙发好像跟地面浮空了，还有这本书也是，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它的位置。我们去调整总控里面这个沙发的空对象，把它稍微往下移一丢丢啊，太多了，这样差不多。然后还有这几本书，我们去到书本的最高的这个层级，把它稍微移下来一点，让它看起来呢就是贴在地面上的。好，我们再检查一下，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把马桶的细分重新打开一下，那我们再打开参考看一眼，可以看到参考的摄像机角度啊，应该是稍微有一点俯视的。那我们现在看着物体是平视的感觉啊，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摄像机。我们直接新建一个空对象，好，在这里，先把这个时间轴给关掉，因为太占地方了。那我们用之前所说的一个命令啊 ，Shift 加 C， 然后直接用这个命令把摄像机的空对象扔进去。
这样呢就不会去改变它的动画。稍微的给它一点俯视，调错了，应该是反过来，给到-3吧，应该。好，那我们的渲染呢就制作完成了。在准备输出之前啊，我们可以把它的采样稍微调高一些，给到400。然后呢，记得把 AI 降噪也开启，把这里勾选上就可以了。打开输出的窗口，把它调成到200帧。这里的尺寸啊，要是你们想输高清的话，就1920。然后切换到 OC， 基本上我都是用 OC 这边的界面去输出的，所以 C4D 这边保存就把它取消掉。然后切换到16，把降噪呢也勾上，这个 GPU 也勾上。接着把通道这里勾上，然后切换到 PNG， 记住把这里的降噪勾上，不然到时候输出呢还是没有降噪的。我们直接选一下输出的位置，然后给个命名，叫超级变变变。接着就可以添加到列队，我们找到渲染列队，好，直接添加过来，就可以开始渲染输出啦。